大对虾每个人都爱吃，但你真的了解对虾吗？你会分辨正经的海水对虾吗？ Hello， 大家好，很多粉丝私信我，让我做一期大虾的视频，今天终于上播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每次买的虾做的虾味都不一样。巧了，我的哥们就养过虾，也做过水产生意。今天我一个视频给你深度分析和剖析咱们市场上最为常见的南美白对虾，让你们了解一下对虾的水究竟有多深。本期视频干货满满，建议转发给你们的亲朋好友。以后买虾的时候对比我的视频，你们将不再迷茫。南美白对虾学名凡达宾对虾，是我国80年代末引进的一个品种。在说它之前，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和南美白对虾长得极为相似的我国自有品种中国对虾，学名东方对虾。南方的朋友可能叫大明虾。对虾一词就是因此虾得名。过去的时候都是一对一对的为单位进行售卖，所以老百姓都叫为对虾。我们看一下，这只就是我哥们在岛上偶然打到的一只活体野生东方对虾大虾母。90年代前，我国养殖的都是这种虾，而且是纯海水养殖，味道极其鲜美。但是这种虾抗病能力差，一死就是一窝，养殖户的心态都干懵了。直到南美白对虾的出现，又重燃了他们的养殖信心。南美白对虾具有光盐性、光温性，可在海水、咸淡水和淡水中生活，加之它们的生存水温为6到40度，现在已经是全球主要的养殖品种。我们看一下两个虾的具体区别。中国对虾的头胸部宽大长，额角细长，平直前伸。注意看，它的额角下缘有3个齿，而南美对虾的额角下缘是2个齿，并且头胸部和额角都比较短。还有一个特征能够明显的区分出来，就是看它的纳精囊。中国对虾的纳精囊是封闭式的，在第4、第5部足之间，这个位置由2片壳板组成，中间有一个开口。母虾在性腺没有成熟前，会提前进行交配，这时公虾会将精夹注入到母虾的纳精囊里，4个月后母虾才会产卵。同时纳精囊开闸，释放精夹里的精汁，公虾的精夹就藏在最后一排部足基部，成熟时会变成白色。来，这就是对虾的精夹，精子就藏在里面。有多少人是第一次见到对虾精夹的？出来打卡，我看看有多少人。南美白对虾也有纳精囊，但是是开放式的，没有壳板，没有开口。不同于中国对虾，南美白对虾不需要提前交配，母虾成熟时，公虾会将母虾抱住，释放精夹，将精夹贴在纳精囊这个位置。大家不要担心不会掉下来，新鲜的精夹是很有粘性的。我怎么感觉又讲了一堆无用的知识呢？大家觉得有用吗？反正是知识都是有用的啊。来，咱们继续讲区分方法。还有一个区分大虾公母的标志，就是看这里，公虾的第一对蛹足的玻璃盖这块长了一对小的附枝，看见没？这不是加油枪啊，这是它的交接器，加油枪在这儿呢啊，这是加油枪。母虾没有。对虾死后的形态就更好区分了。中国对虾死后身体发黄，蛹足和尾部发红；南美对虾死后身体呈白青色，蛹足和尾部为白色。这里我要重点讲一下南美白对虾。虽然南美白对虾是海虾，但是现在的淡水养殖技术已经成型了，从虾苗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淡化胁迫。你们买到的虾未必是海水养殖的，那么如何区分呢？海水虾的颜色发青，壳厚，虾身扁长，吃起来口感 Q 弹鲜甜，而淡水养殖的颜色发白，壳软，身体偏胖。如果是池塘养殖的，吃起来的口感面兜兜的，发柴，会有一点的离腥味。如果你还分不出来，我教你一招，你把虾鳃上的水你挤点舔一下，如果啥味没有，那就是淡水虾。重点来了，如何挑选一款正经的南美对虾呢？看2点。1看颜色，2看冷冻方式。我所展示的是3款白虾，颜色越深的越好，说明虾青素的含量高，煮出来的颜色通红的。但是这种虾市场上较少，大部分都是从泰国进口的，称之为泰虾。其次就是这种青色的，市场上最为常见，像这种白不刺啦的，几乎就是淡水虾。虾的冷冻方式有3种，分别是气冻、水冻和盐冻。气冻无冰衣无碎冰，虾和虾之间是连在一块的。有一种气冻里面会含有碎冰，这碎冰是哪来的？那就是奸商为了增加毛重故意加上去的。
水冻就是这种带冰坨子的，这种虾是比较普遍的，缺点就是黄化起来比较费劲。我要重点说一下盐冻，盐冻一般都是进口虾采用的一种技术，在冷冻之前会喷淋一种卤水，卤水就是高浓度的盐水，然后再进行冷冻。盐冻虾的表面泛白，带有白色盐晶。虾与虾之间是分散的，煮熟后不缩水，形态好，颜色好，鲜度好，口感好，而且自带鲜味。然后啊，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包装。很多人呢不明白包装上这个304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下。3040就是每1000克虾它所含的虾的个数就是30到40个啊。如果是20-30，就是每1000克里面有20个到30个，数字越小证明虾越大，如果数字越大就证明虾越小。那么这么一盒能装几斤虾呢？一般都是4斤装的。大家注意，学问呢都在这个装这儿呢。4斤装的并不意味着就是4斤虾，盐冻和气冻的啊都在1.8公斤左右，如果是水冻的就在1.4公斤左右。所以大家在买盒装虾的时候一定要问净重多少，以免上当。还有虾的包装颜色，除了中国、伊朗、沙特的包装是白色的以外，大部分进口虾的包装都是这种彩盒包装的。进口虾以厄瓜多尔、泰国、伊朗、沙特的品质更为好一些，因为他们的淡水养殖啊远比海水养殖的成本要高，所以你们买到的几乎都是海水虾。重点来了，如何选择新鲜的虾？我们在市场上所看到的都是这种缓化好的虾，其实都是这种盒装缓化的。除了活虾，我划分了4个等级。第一等级，壳亮、青头、无断须，眼珠子直愣愣的，这是活冻虾第一次缓化好的，口感和活虾没多大区别。第二等级，如果发现了虾头部分有一半面积出现了红头现象，脖梗子这块开始松动了，说明第一天没卖出去，进行了2次缓冻。有很多人专挑这种红头虾，以为这是虾的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这不是黄，这是虾的肝胰腺。常温状态下，肝脏中的甘油会分离出来，甘油是红色的，所以虾头显现的就是红色，这个鲜度吃起来也没问题。第3等级，虾头部分已经大面积红了，而且脖梗子已经完全脱节，这种虾煮完之后虾头是空的，你就只能吃到虾肉了。第4等级，那就是全身变色，虾身已经开始发红了，这种虾已经开始腐败了，不能吃。有的虾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虾身没有变红，但是壳和胸部这个位置发黑了，这种虾没有事儿。虾壳变黑主要是因为虾体内的多酚氧化酶使酪氨酸产生黑色素，对虾肉没有影响，是可以吃的。还有一点，我们在市场上为什么买不到带籽儿的养殖大虾母？那是因为虾的养殖周期只有90至110天，对虾在长到11厘米以后，生长速度就会缓慢，再继续养的话，饲料成本增加，那就赔了。而且母虾在110天之前，性腺没有发育成熟，是不会有籽儿的。即便养到上籽儿，母虾甩完籽儿很容易死亡，这就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虾母的原因。如果你能买得到带籽儿的，那基本上都是野生虾。这个视频呢做了3天3夜，老想着怎么能让你们学得通俗易懂，思来想去，只有28个字。你们关心的这几个老小现在都挺好的啊，大家放心，小头摇的非常的开心。好了，完了，这期咱们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